如果有些相遇只是剧本安排，那么为什么在故事结束以后，我们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想起他们？如果有些心动只存在于镜头之中，那么为什么当熟悉的名字再次被提起时，我们的心里还是会泛起最初的悸动？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让无数观众念念不忘的一对荧幕搭档翟一莹和赵振东。有人说他们只是短剧里的男女主角，有人说他们的故事只是编剧写下的一段爱情，但对于真正喜欢过他们的观众来说，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有些 CP 是随着剧情开始，也随着大结局结束，而有些 CP 却会在剧集结束之后，慢慢从角色变成记忆，从记忆变成习惯，再从习惯变成一种很难解释的期待。翟一莹和赵振东就是这样的一对。他们之间最让人难忘的，也许并不是某一句台词，也不是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剧情，而是那些非常细小的瞬间。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不经意的靠近，甚至只是两个人站在同一个画面里，观众就会忍不住觉得，这两个人之间好像真的存在着一种特别的默契。而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荧幕化学反应，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甜，而是两个人站在那里，就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氛围。所以当翟一莹和赵振东是不是有机会再次合作这个话题被重新提起时，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观众如此激动？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大家想要的并不仅仅是一部新的短剧，大家真正期待的是那个熟悉的感觉重新回来，是那个曾经让人心动的阴道再次站在同一个故事里。翟一莹这几年不断带给观众新的角色，她可以是温柔的女孩，也可以是外表柔弱内心坚定的女主角。她能够在甜宠剧情里制造心动，也能够在虐恋故事中呈现情绪变化。而她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你不会觉得她只是在完成一个角色，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她真的成为了那个故事里的人。而赵振东同样拥有自己的荧幕魅力。当两个演员碰撞在一起的时候，真正吸引观众的从来不是简单的颜值组合，而是他们能不能让角色之间产生关系，能不能让观众相信他们的相遇不是偶然，能不能让一个眼神拥有台词无法表达的情绪。而翟一莹和赵振东恰恰留下了这样的记忆。他们的甜不一定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甜，更多时候是一种安静的甜，是男主角看向女主角时那种不需要解释的眼神，是女主角面对男主角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笑容，也是两个人站在一起时画面会突然变得特别完整的感觉。所以很多观众后来才发现，真正让自己放不下的可能不是某一部短剧，而是这两个人曾经共同创造出来的氛围。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故事已经结束了，观众还是会回头重看。第一次看是为了剧情，第二次看是为了角色，而看到第三次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只是想再看一遍他们站在一起的样子。这就是 CP 记忆最奇妙的地方，它不需要一直存在，但只要曾经真正打动过你，它就不会轻易消失。很多荧幕搭档都是这样，合作的时候观众觉得他们很甜，作品结束以后大家各自开始新的工作，时间慢慢过去，新的演员、新的作品、新的 CP 不断出现。可是某一天，当你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心里还是会突然出现一句话：如果他们再合作一次就好了。而这句话或许就是现在很多阴道粉丝最大的心愿，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也不是把荧幕里的故事强行延伸到现实，只是希望如果未来真的有一个合适的剧本，如果有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如果两个人的档期和团队都允许，那么能不能再给观众一次机会，让他们再次站在同一个镜头前，再次演绎一个全新的爱情故事。这一次他们可以不是曾经的角色，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是都市爱情，可以是职场故事，可以是甜甜的欢喜冤家，也可以是一段更加成熟更有层次的感情。因为真正好的荧幕搭档并不应该被困在一个角色里，观众真正期待的是他们在不同故事中的再次碰撞。想象一下，多年之后，翟一莹再次出现在一个全新的爱情短剧里，镜头慢慢推进，
他站在阳光下，穿着简单的衣服，依旧是那个熟悉的笑容。然后赵振东从画面另一边走来，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没有熟悉的台词，没有过去的记忆，甚至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他们曾经是观众心中最喜欢的荧幕搭档。可是当两个人对视的那一瞬间，观众却已经开始激动，因为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是剧情告诉我们他们会不会相爱，而是观众已经提前知道，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可能再次产生火花。这就是 CP 的意义，它不是现实生活的证明，而是一种属于观众的情感记忆。我们喜欢他们，不代表我们一定要把荧幕故事当成现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知道演员和角色之间存在区别，所以我们更愿意珍惜他们在作品里带来的那些瞬间。翟一莹是翟一莹，赵振东是赵振东，而他们饰演过的角色则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可是当两个演员共同完成一个故事之后，那个故事会留在观众心里，这份记忆就是作品真正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所谓复合，对于音档来说，也许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复合，更像是观众心中的一次重新相遇，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再次合作，是希望他们再次成为一部作品中的男女主角，也是希望那个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组合可以重新出现在屏幕上。这种期待其实非常温柔，因为它没有要求结局，只是在说，如果未来有机会，希望还能再见。而娱乐圈最让人感动的事情之一，也恰恰是再见。有些演员合作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站在一起；有些 CP 火了一阵子，然后慢慢淡出大众视线；还有一些组合，即使多年没有合作，只要重新同框，观众还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回当年的感觉。这说明，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从来不是热搜，也不是数据，而是情绪，是一部作品曾经给观众带来的快乐，是一段角色关系曾经让人期待过，是一对演员曾经让我们相信，爱情原来可以这样被演出来。而翟一莹和赵振东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他们让很多人相信，短剧虽然篇幅短，但一样可以留下很深的记忆。一场几分钟的戏也可以让人心动，一个眼神也可以让观众反复回看，一段简单的对白也可能在很长时间之后依然被记住。所以，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翟一莹和赵振东再次合作，那么我相信，真正开心的并不只是粉丝，还有那些曾经看过他们作品却没有忘记他们的观众。大家可能会重新打开视频，重新搜索他们的名字，重新寻找当年那些熟悉的片段，然后笑着说一句，原来真的回来了。当然，在没有官方消息之前，我们不应该把粉丝的期待当成现实。所谓复合，更多是大家对于重新合作的美好愿望，而这种愿望本身就是对演员和作品最大的认可。因为只有真正喜欢过，才会期待再次见面；只有真正被打动过，才会希望故事继续；只有真正记住过，才会在很多年以后依然愿意喊出那个熟悉的名字。翟一莹和赵振东也许已经走向了各自不同的未来，他们会遇到新的角色、新的搭档、新的故事，也会不断挑战新的可能。这其实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演员真正的成长就是不断离开舒适区，不断尝试新的角色，不断让观众看到更多面的自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保留一个小小的愿望，如果有一天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出现了，如果故事足够精彩，如果人物足够适合，如果两个人再次有机会合作，那么请不要忘记，曾经有一群观众一直在等待那个熟悉的组合，等待他们再次站在同一个画面里，等待一个新的眼神，等待一次新的微笑，等待一段完全不同却依然让人心动的爱情故事。也许这一次他们会比过去更加成熟，也许这一次他们会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惊喜，也许这一次他们甚至会让我们忘记过去的角色。但当他们再次对视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在心里想起曾经的那个瞬间。这就是荧幕记忆最美好的地方，它不会因为故事结束而真正消失，它只是安静地留在那里，等待某一天被一个熟悉的名字重新唤醒。